如果贴着2家白银档买房标准的底线60到80万令吉，是否能买到心仪的房子呢？这是我们上次抛出的话题。其实这个话题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推荐某一个小区，毕竟每个人的喜好品味都是不一样的，更多的是希望没有来槟城实地考察过的朋友们能明白，其实在这个预算范围内还是有一些挑选余地的，有的甚至还不错，所以有时间一定要来现场感受一下。上一期我们一起去看了拔都丁仪和丹绒乌雅区域60到80万的屋子，那么现在如果你正好也有空，要不要和我一起约上谢润去乔治市逛逛，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好的选择呢？乔治市是槟城的市中心，说到市中心，第一反应基本上是繁华高房价，比如说上海的徐家汇或是淮海路。但乔治市因为包含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迹区，历史悠久南洋风情的当地老建筑，各大种族和信仰的庙宇宗祠，以及其楼下各色工艺品店或是特色美食，所以它给人的感觉并不是一种匆匆忙忙的疏离感，而更多的是一种熙熙攘攘的市井气。因为老城区可供开发的地皮有限，所以新开发的房屋单价会比其他区域稍高一些。今天看看能不能在现有的二手房屋里面捡捡漏。今天的第一站是建于1994年，最高30层的小区。作为一个有着30年房龄的楼盘，整体品质倒有些超出我的预期。这是公共休息区域，顺着这里的台阶而下就是泳池。泳池并不花哨，旁边围着一圈高大的棕榈树，有些淡淡的度假风。一起乘观光电梯去楼上看看。走出电梯厅是开阔的走廊，大面积的采光和通风，感觉楼道里面光线很好。这里还专门设置了观景区域。去屋子里面看看。我又想说，作为一个30年房龄的屋子，房屋格局的设置还是不错的。1200方尺的屋子，3个房间，2个卫生间，每个房间都蛮方正的，而且都有阳台。这个角度能看到不远处的格尔尼商场。厨房面积不小，门外还连接了一个不算小的鸭的区域。只是目前屋内的家具都比较老旧，肯定是需要整体装修换新的了。这里是每层楼面4户的低密度设计，整个小区也只有104个单位。相对这里的户数，车位倒是不少。这是主楼旁的车库副楼。这样一套屋子售价80万令吉不到，租金水平2500令吉左右。如果说这是步行可达格尔尼商场的小区，那么接下来的2处屋子则可以说是与格尔尼商场无缝衔接，几乎就在它的旁边。先看眼前的这栋1996年建成的楼，最高18层，每层4户，总共不过70多个单位。出来电梯厅就是一个半弧形的观景台，走上前就是户外的一派心旷神怡。因为这大面积的镂空，走廊里的采光也是不错。屋子本身的装修就比较陈旧了，只能参考一下房屋格局。角尖的房型，进门就是客厅，阳台看出去是在建的政府项目 Gurney Wolf， 等到建成后风景会更美一些。这里都是1200方尺的较大户型，3个房间，2个卫生间，售价约80到89万令吉，租金水平2000令吉左右。设施方面，健身房、篮球场、游泳池的配备，比起一些新建的小区稍显简单。不过好处呢，就是位置极佳，可以完全享受商业的便利。紧邻格尔尼商圈，小区的建成年份大多都比较久，就像现在看到的商场另一侧2栋最高39层楼的小区，1999年建成，中间由车库和设施层相连，设施也是以泳池、健身房、网球场、儿童乐园为主。
与前一个小区的低密度大户型不同的是，这里是1层楼面8户人家，且主打970方尺3房2卫的小户型。这里的电梯分低区和高区，今天我们要去看的正好是个低楼层的屋子。景色的话就不够好，因为正好被旁边的商场遮住了。如果是高区的屋子，就可以看到海景。但是屋子的格局还是蛮方正的，再加上深色实木的家具和格栅，整体的屋况看上去还不错。售价65万令吉，租金水平1800令吉左右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出片，就是感觉有点热，一路深入乔治市，开去下一站。这是可以步行去巴萨的小区，建于2020年，是乔治市里为数不多比较新的小区，最高38层，28层以下是1338方尺3+1房间3个卫生间的主力房型，售价80到85万令吉，租金2500令吉左右。28层以上则是1层4户2000方尺的大户型，顶楼的2层是面积更大的 penthouse。从主楼的1楼向右延伸去设施层辅楼的是专为雨天考虑的连廊设计，索性先去辅楼看一下。些人说这里的设施比较普通，可是我一看，1楼是泳池、桑拿、BBQ， 2楼是健身房、羽毛球馆、乒乓球室，3楼是瑜伽房、舞蹈室，而主楼6楼的设施层还有阅读室、儿童房、小厨房区域，真的觉得也不算少了。不过也是来了大马之后才慢慢习惯了设施层的说法，公寓都会有自己的设施层配套，也算是每个公寓的特色和亮点了。回到主楼看房，同样也是我喜欢的通风设计。不管户外多热，一踏入lobby的公共区域，已经感受到了凉风习习。没有约到3房的户型，一起去高楼层的4房感受一下吧。走廊也是于户外采风采光的设计，明亮又舒适。双开的深色大门，门口有大大的玄关区域，左右两侧的屋子，那边可以看海，这边则是看向乔治市。进门看看，因为是毛坯房，只能看到房屋格局比较方正，采光不错。客厅的开面很大，相对客厅，厨房的面积稍小了点。这个时间的阳台上倒是没有太阳的炙热，看着蓝天、白云，静静伫立的乔治市和远处的大海、远山，感觉很宁静。再次出发，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条冰城马路 Jalan Utama， 一边是低调奢华的总督官邸，一边是绿意盎然的马球场 Polo Grounds， 真的是生机勃勃，赏心悦目。不一会儿就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，远远看过去的这栋楼有一整面都是深咖啡色的，有点类似于百叶窗的感觉，很好奇这是个什么设计。走近了看才明白，原来这是自动升降的停车库，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做停车库，所以采用了自动化设备。些人说开发商拿的这块地面积不够大，寸土寸金，所以就在设计上花了不少心思。这也是一个2020年建成的比较新的楼盘，最高22层。这是车主实际使用的自动停车操作界面。lobby 和电梯厅的感觉都蛮像酒店的。这是一个低密度设计的公寓，一共只有99个单位，不过竟然有1008方尺到6047方尺共10种户型的选择。先去看的当然是最便宜的房型。门口的这块区域可以像邻居那样装上铁门，做成玄关。1008方尺，3个房间，2个卫生间，售价69万令吉，租金水平2500令吉左右。因为是完全的毛坯房，所以可以参考一下房型效果图，
进门就是厨房、餐厅和客厅区域，另一侧是房间、卫生间和雅的。房间内的开关和电话的安装位置都比较低，这是开发商特别加入的无障碍设计。步入阳台，眼前是东南亚风格的漂亮屋顶和不远处的跑马场。这是一套1331方尺的 showroom，3+1房间，2个卫生间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了装修的原因，明明只比刚刚的毛坯房多了300多方尺，却觉得屋子大了好多。虽然是低楼层的屋子，却因为前面没有遮挡，采光是不错的。利用厨房岛台的设计，对厨房的空间进行了干湿分离。家具家电都使用了不错的品牌，再加上软装和色彩的搭配，整个屋子给人的整体感觉非常有品质。这间全装修的屋子售价108万令吉，虽说总价是超出了这期视频主题60到80万令吉屋子的预算，但是这个地段配上可以拎包入住的高品质装修，除了没有步行可达的商业体，个人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，算是一个可以捡的漏，就看看谁是有缘人了。设施层除了标配的健身房、儿童乐园，户外这个不大的泳池配备了按摩功能，还增加了室内的游泳池和水疗池，虽然也不算大，但是感觉很用心。今天的看房之旅又结束了，是不是感觉就算不买房，看看也蛮开心的呢？还是那句话，我相信每一间屋子都有适合它的主人，希望我整理的信息能帮助大家找到自己心仪的那间屋子。我是 AT's Easy Life Vlog，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，下次我还会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我们在槟城的生活点滴。